这是克苏鲁爱好者必看的一部神作。35年前，在那个克苏鲁还不太受欢迎的时代，他用300万的成本博得了1400万的票房。之后不仅没有昙花一现，还成了克苏鲁圈子里常常提起的经典电影。他就是被誉为洛夫克拉夫特继承人，导演约翰·卡彭特在1988年上映的 cult 影片《天魔回魂》。下面让我们一起看看这部电影到底说了什么。昏暗的房间里，一个年老的牧师孤独死去。主教听闻消息后匆匆赶来，只看到牧师留下了2个信物，一个盒子和一本手写笔记。牧师其实是一所旧教堂的看守神父，他们在临死前都要找接班人。然而这位牧师还没找到接班人，便在深夜悄无声息地死去了。主教在盒子里发现一把钥匙，他拿着钥匙去了旧教堂，穿过光影晦暗不明的走廊，打开了一扇通往地下室的门。他在里面发现了一个神秘的现象，为了弄清楚现象的本质，他写了一封信给修女，让修女去找物理学家比瑞克，请对方帮忙调查真相。比瑞克是个无神论者，专门研究量子物理学。量子力学可以解释很多人类无法想象的现象，在外人看来是很玄乎的东西。近来洛杉矶发生的怪事太多了，不仅动物变得异常狂躁，白天还出现了日月同辉的天象，这是很反常的。比瑞克虽然注意到了，却想不明白原因。他根据修女给的消息，和主教在教堂见了面，也得知了看守神父的事。对方在旧教堂生活了30年，每天都会打开地下室的门，门内有一座死寂阴沉的建筑，由西班牙政府筹建于16世纪。世上知道这个地方的人很少，更不知道里面藏着什么。就连主教也是第2次来，他引导比瑞克进入最深处，便见烛火辉煌的走廊里放置着一罐绿色旋转的东西，分不清是液体还是某种生命。罐子旁边有一本经文，上面的文字有哥普特文、希腊文等多种语言，看起来原文还被篡改过很多次，甚至有删改的痕迹。比瑞克看不懂文字的内容，询问主教罐子里装着什么。主教神秘兮兮地表示，一个再也藏不住的秘密。1个月前，地球和天空出现异象，这是以前从没发生过的。那些现象之所以出现，和他的力量有关。比瑞克听得莫名其妙，但异象他见识过了，因此答应了主教的要求。为了更好地研究绿色物质，他召集了几个能力出众的学生，用课堂学分和他们做交易，让他们去旧教堂住2天。这对想要顺利毕业的学生们来说，诱惑力非常大了。但男主布莱恩有个疑惑，他们去教堂研究什么呢？比瑞克告诉他，时机未到。轮到搬进旧教堂的那一天，比瑞克看见人行道上有个妇人行为古怪，居然不停地对太阳朝拜，他的脸上还爬了2只蚂蚁，妇人对此却毫无知觉。晚上，比瑞克和主教见面，主教愤怒地指责他不要怀疑即将研究的东西，那会增强他的力量。它不同于平常所见到的事物，存在于肉眼不可见的原子中，所以它是无处不在的。为了削弱它的力量，只有将经文翻译成册，再通过比瑞克的科学证明，让普罗大众相信它的存在。比瑞克觉得神父太小题大做，他已经被封印了2000年，2000年来世间风平浪静，眼下他也应该不足为患。主教却忧心忡忡地表示，现在再也封印不住了。不久后，参与研究的人依次抵达旧教堂，各种器材也搬了进去，所有人都干劲满满。同时，他们注意到一件怪事，教堂周围聚集了许多表情呆滞的路人，像丧尸一样虎视眈眈地监视他们。主教过来的时候也看到了相同的情景，他内心疑惑之际，一个转身差点撞上身后突然出现的女人。女人称赞他重开教堂的举动，还低头亲吻了他的手背。主教的目光却被女人手里的瓶子吸引，那里面全是蠕动的蛆虫，还有一小块不知名的白色肉块，这让主教浑身不自在，但他没有时间纠结这些细节。进入旧教堂后，他带领研究员去看地下室的绿色罐子，他感觉罐子在吸收周围能量，研究员们得抓紧时间了。他们本想打开罐子取样品进行实验，然而在分析罐子构造后，这个方法很快被否决了。罐子里有个奇异的封锁系统，只能从内部打开。同时，他们还发现了2件怪事。
窗玻璃上莫名爬满了蚯蚓，密集恐惧症都给吓出来了。经书中的拉丁文翻译过来后，居然是微积分方程式。2000年前的人类还没发明微积分呢。但更让人胆寒的是，科学家从经书中翻译出来的内容，古老的魔鬼撒旦将统治世界。这让比瑞克意识到事情不简单，他没敢将这个消息公布于众。当天晚上，研究员们都在休息，电视上放着动画片《猫和老鼠》，是通往天堂的列车那一集。汤姆被重物砸死后灵魂出窍，但因为没能及时得到杰瑞的原谅，无法乘坐天堂的列车，被打入地狱，遭受烈油烹炸的惩罚。这个片段其实是对研究员的警告，但没人往那方面想，他们更在意聚集在教堂外的人。研究员凯利观察了一整天，发现那些人每20分钟重复相同的动作，好似患上了慢性精神分裂症。凯利身上也不怎么舒服，他下午撞伤了胳膊，本来觉得没什么事，现在不仅出现了淤青，那块皮肤还隐隐作痛。同事认为他伤到了神经，缓一缓就好了。然而事情很快变得糟糕，第一起命案发生了。一个研究员回家途中，看见楼梯拐角放着十字架，上面绑着一只鸽子的尸体，看起来相当诡异。这时巷子外走来一个流浪汉，手里端着自行车车架。研究员想转身往回跑，哪知后路被一群人堵住了，他只能往流浪汉的方向撤，结果被流浪汉用车架捅穿身体，不明不白地死在了寂静的深夜。布莱恩找到比瑞克教授，他们已经完成第1轮实验，发现罐子里的物质在生长，还井井有条的自我重组，这跟病毒变异差不多。他一开始就想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实验，所以找到比瑞克，让他说出事实，不然这个实验没法做了。比瑞克交给他一张纸，内容和启示录有关，有一颗星从天空坠入了无底深渊，然后它被洪水淹没了。这里的他指的是谁呢？比瑞克召集大家开个会，神学家根据破译的内容梳理了经文记载的部分历史。在人类诞生之前，有一位神灵，据说是撒旦的父亲，他被驱逐到了黑暗世界，撒旦则被关进了罐子里。罐子在远古时代被焚烧过，可惜没能烧毁。具体有多远古呢？研究员们分析了罐子上的腐蚀物，大概距今600万年前。相传它是来自外星的异族，但有着人类外表。当时只有耶稣发现了真相，可惜没人相信他的话，他们还杀了耶稣。耶稣的信徒们于是隐瞒事实，将秘密交给看守神父，世世代代传下去，直到人类科学能证明耶稣的说法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主教会和比瑞克合作。现在这个异族已经苏醒了。当比瑞克忙着开会时，研究员苏珊没有到场。他发现罐子里的水滴在往上飘，还在天花板蓄了水池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。岂料就当他靠近观察时，罐子里冷不防喷出液体，全都精准灌进了苏珊的口中。苏珊痛苦挣扎后，双目空洞无神，行动僵硬，成了和旧教堂外那些流浪汉们相似的行尸走肉。几分钟后，比瑞克才察觉到异常。布莱恩检测到一段电波能量，那种能量能瞬间穿越空间，排除外界的干扰，从而进行精神控制，用意念改变周围事物。这说明罐子里外星异族的智慧远高于人类。比瑞克担心引起恐慌，让布莱恩按下此事不表。可惜这没能遏制事态发现。不久后，第2起命案发生了。一个研究员在找苏珊时，被对方从后面扭断了脖子。同时，整座教堂温度下降，好像有东西在室内游荡。然而，尽管发生了这么多怪事，还是有人不相信主教的说法，怀疑比瑞克在跟他们开玩笑。但当他在外面独处时，身后忽然出现一排拾荒者，前面的楼上站着苏珊，正用空洞的双眼瞪着他。苏珊的手上还爬着蟑螂，男人以为自己眼花了，但等他收回目光，却见自己脚下全是蟑螂，密密麻麻地往他身上爬。他连换位置还来不及，一个手握剪刀的女人冲过来，将锋利的尖刃往男人身上戳。这时，神学家从经书中得到一条警示类线索，不要被他的目的蒙骗，有人会被选中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神学家看着经书上符号，并没有理解其中的含义。接着，有人做了警示类的梦，梦中有个声音说这不是梦，而是用脑电波做接收器。
他们无法对有意识的神经进行广播，只能在研究员们入睡时通过梦境传达消息。然而当他们刚说清楚这个原理，睡觉的人突然惊醒，广播自然也就中断了。神学家去休息时也做了同样的梦，就连比瑞克也不例外。梦中的人让比瑞克阻止他，比瑞克认为自己出现了幻觉，主教却告诉他那是真的广播，但凡靠近这里的人都会做梦。比如看守神父，他每天的梦境都相同，可惜那些梦没能记下来。神学家在睡梦中被害了，苏珊爬上了他的床，朝他口中喷出能控制意识的液体。其他人发现有人消失，在教堂里到处找人，但他们没有仔细检查，也就没能发现倒在罐子旁的同事。有一滴水从天花板落下来，掉进了尸体的口中，这是要让尸体复活的节奏。同时，女主凯瑟琳和凯莉在聊天，她发现凯莉手臂上的淤青竟然长出了一种印记，和经文里的符号相同。可惜两人都没见过那个符号，也不知道被选中的警示，所以都没怎么在意。凯莉因为太困回房睡觉，遇到通知开会的研究员老黑。老黑还通知了神学家，可是对方好像没听见，手速极快地敲打键盘，屏幕被一句话占据了：我还活着。在老黑靠近时，屏幕上的字又变了，说是没有人会来拯救他。老黑没看懂这两句话的关系，等他意识到危险，房门已经被苏珊关上，神学家从后面打晕了他，接着苏珊给他喂了那种能量水。比瑞克发现开会的人数变少了，他没有过多纠结，开始说睡觉会做梦的事。那种梦不是潜意识里的图像，很像事先录好再传播过来的，类似于一种预见信息。量子力学中有个超光速粒子，它的速度比光还要快，就能穿越时间回到现在，将未来的消息传给过去。所以他觉得未来的科学家在地球被占领前发射了超光速粒子信号，那些信号与人类的脑电波相接，从而形成了现在的梦境。做梦的人在接受信号后，要想方法改变灭世的未来。然而等众人有了这个想法，教堂的信号忽然被切断了，外面站着被剪刀刺死的男人，口中不断重复着一个词：你好，好像外星异族通过他和研究员们对话。众人全都挤在了窗口，听见男人说：为死亡祈祷吧。这是外星异族的开战宣言，但研究员们都没能听进去。他们看见男人身上爬满蟑螂，蟑螂吞噬了他的身体，最后只剩下一套衣服。接着更刺激的事发生了，老黑僵硬地走到会议室门口，口中哼着歌，脸上露着笑，可是他的表情看起来相当痛苦。在众人不明所以的情况下，他掰断楼梯栏杆，用木头划开了自己的脖子。他们虽然给老黑做了急救，却没能挽回对方的性命。比瑞克等人想从前后门逃走，没想到大门早被堵住了，从里面根本推不开，他们全被困在了教堂。同时凯莉那边也出了事，苏珊和神学家将地下室的罐子搬运到凯莉床边，在同事华特去找凯莉时，便见罐子里的液体从下往上滴入天花板，顺着天花板汇入凯莉的双目和嘴里。华特看得大气都不敢喘，等反应过来，这才注意到旁边站着苏珊，他被吓得摔倒在地。另一个同事过来找他会合，因为没什么防备，直接被神学家注入了能量水，当场反判为外星异族的打手。主教见状，赶忙躲进旁边的房间，华特则趁势躲进屋内的杂货间。其他人在打手们聚集时，也找了间房子躲藏。这些行尸走肉没有暴力拆门，他们都在等凯莉的仪式完成。这时候的凯莉还在沉睡，但她体内充满了绿色液体，肚子被撑得非常大。等天亮之后，她的皮肤好似被灼烧烫伤了，全身充满了恐怖的斑点。华特虽然看见了这种诡异的情形，却因为苏珊和神学家守在旁边，他没法出去搞破坏。这时女主凯瑟琳听到华特的声音，发现这人就躲在隔壁。为了救华特出来，于是大家轮流在墙上凿洞，毕竟他们这边有一扇窗户和巷子连通，或许能从巷子逃走。巷子首尾站着被控制的人，为了确定这些人是否有攻击性，布莱恩从窗户跳了下去。没想到他刚落地，那些行尸走肉忽然开始移动，布莱恩只能爬回去。主教那边的情况更糟糕，老黑暴力推开了房门，以至于主教只能躲在角落瑟瑟发抖。
但老黑没有攻击主教，而是站在镜子面前痛苦发笑。他似乎还保留自己的意识，却因为无法控制自己深受煎熬。时间很快来到了傍晚，老黑还在镜子前挣扎，凯莉的状况也越来越糟。尽管鼓胀的肚子平复下去，绿色液体被吸收了，他身上的灼伤却越加严重。比瑞克看着勤劳工作的蚂蚁，想到被控制的同事们，他认为撒旦可以控制简单的生物，但他们之所以被选中，是撒旦需要更复杂的生物，也就是人类来完成蜕变。当华特转述凯莉的变化时，比瑞克这才意识到已经有人被选中了。在凯瑟琳的印象中，凯莉身上的符号在占星学书上出现过，那是中世纪用来施法的标记。可惜现在知道真相已经晚了，撒旦已经占据凯莉的身体，他要从黑暗世界释放自己的父亲，于是命令打手们攻击比瑞克等人。那些打手行动迟缓，还没有最初变异的苏珊暴力，见到人只知道喷能量水，结果一个被戳瞎了眼，一个被华特暴揍后扔出了窗外，苏珊自然也被扔了出去。撒旦完全不顾手下的安危，他看地上有个化妆镜，通过镜子可以进入黑暗世界。然而化妆镜太小了，不足以他呼唤父亲，于是一怒之下摔了镜子。这时他感受到老黑的意识，知道隔壁有个等身利镜，这玩意儿和大人差不多高，完全能拯救自己的父亲出来。因此他站在镜子前发功，将自己干枯的手臂伸进镜子。主教看到后连忙拿起消防斧砍掉撒旦的手，谁知他的手能再生，主教又去砍他的脑袋，没想到脑袋也能接上。为了防止主教捣乱，撒旦将他困在柜子和墙壁中间，自己继续召唤父亲。他在黑暗中摸到一只手，正准备将那只手往外拖，殊不料身后站着个凯瑟琳。虽然凯瑟琳很恐惧，却义无反顾扑向了凯莉，和他一起跌进了镜子对面的黑暗世界。主教在两人消失后，直接扔出消防斧砸碎了镜子。这样一来，不仅撒旦回不来了，凯瑟琳也从世上消失了，但也阻止了一场灭世危机。那些被撒旦控制的尸体全部宕机，教堂外面的行尸走肉也自行散去。华特见状，连忙去警局报案，警方很快赶来收拾残局。这场以加学分为交易的实验，最终以惨剧收场。比瑞克见布莱恩在教堂看着镜子碎片发呆，宽慰他说，那些碎片不足为惧，那些牺牲的人都是命中注定，他们为了驱赶邪恶献出生命，死得有价值。不过撒旦和他父亲还在另一边等我们，他没有真的消失。回到大学宿舍后，布莱恩做了一个梦，梦境还是那则广播，一个自称来自1999年的声音告诉布莱恩要阻止他，但站在旧教堂大门里的不再是未来的科学家，而是凯瑟琳的身影。布莱恩一下子从梦中惊醒，不过他还没缓过来，扭头一看，旁边竟然睡着面目全非的凯瑟琳。这次他又被吓醒了，原来布莱恩进入了双重梦境。醒来的他看着卧室里的镜子，情不自禁伸出了手。他的手能穿过镜子吗？影片到此突然中断，导演没有给出答案，而是给观众留下了意味深长的悬念。天魔回魂是卡朋特导演上映于1988年的电影，他和怪形、战栗黑洞并称天启三部曲。这三部是科苏鲁恐怖片爱好者必看的神作，漏掉一部都会觉得可惜。从改编自小说《谁在那儿》的怪形，到自编自导的《天魔回魂》，再到根据洛夫克拉夫特《疯狂山脉》创作的《战栗黑洞》，客气的感觉越来越强烈，剧情上也越来越引人入胜。尤其是《战栗黑洞》几乎达到了全新的高度，让天启三部曲得以完美收官。话说回《天魔回魂》，卡岛除了在这部电影里严谨塑造客系氛围，展现对未知的恐惧外，还加入了很多自己的理解。那时候他对量子力学感兴趣，于是有了比瑞克这个角色。影片中通过女主凯瑟琳提到过薛定谔的猫，这对应了最后在黑暗世界出现的撒旦之父。他没有被拉出镜子，那就是很强大很恐怖的存在。已经附身凯莉的撒旦给人的感觉就很弱，也因为撒旦之父在镜子对面的黑暗世界，他才保持了神秘的未知形象，让电影的客戏也达到了薛定谔的猫的效果。
同时，卡导也很在意宗教元素，电影里频繁提到的宗教，几乎将耶稣和撒旦的故事重新编写了。虽然这样做给电影增加了神秘色彩，也让电影变得非常难以理解。不懂圣经故事的人，在出现宗教警示语时，只会感觉莫名其妙。这让天使回魔的剧情大打折扣，以至于很多人认为它就是个宗教片。最后再提2个小彩蛋。一个是电影的配乐，是典型的卡式配乐，延续了怪形中的 BGM。还有一个是布莱恩睡觉陷入双重梦境的剧情，站立黑洞的男主也遇到过这种情况。怪形和站立黑洞我也解说过哦，感兴趣的宝子们可以去搜搜看。我的解说到这里就结束啦，宝子们别忘记点个3连支持一下哦。